兄弟们，又到了熬夜看恐怖影片的时候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恐惧医院。电影呢可能比较乱，不过到最后绝对能让大家伙听明白。故事发生在大壮身上，他呢因为车祸被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。现在大壮呢从病床上醒来，跟自己同病房的人是一个老头。大壮注意到了老头的手指甲都包浆了，不像是正常人的，难免有些让人害怕。于是大壮就按起了呼叫护士的按钮，可连按好几下都没有人来，而且走廊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大壮起来后摘掉了自己身上的仪器，再一回头，老头竟然离奇的消失了。就在大壮好奇的时候，谁知老头突然朝他袭来，扑倒了大壮，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大壮用尽全身力气挣脱后，将老头打倒了，走出病房大声呼救，可根本没有人。由于大壮刚才没有补刀，老头又追了上来，两人打在了一起。不得不说，老头还挺经揍的。最后大壮用力气才带走了他。接着大壮走到前面呼救，可还是依旧没人回应。大壮下意识地回了下头，老头的尸体竟然消失了，地上只留下了一滩血迹。等路过病房时，却发现老头在床上躺着呢。大壮拿出手机想打电话，可是手机没有信号。哎呦我天哪，这是什么医院呀？干脆不待了。大壮呢换好衣服准备走的时候，这时候一个胖护士进来了，给大壮吓一激灵。护士问他，你拿刀干嘛呀？大壮说，那个病床上的老头想杀我。等再一看呀，那个病床空着呢。然后再一回头，胖护士又消失不见了。我的个天哪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大壮呢也不多想了，直接坐电梯下楼准备走人。与此同时，老头又出现了，直奔大壮跑来。好在电梯门开了，在老头想进来的那一刻关上了。就在大壮以为没事时，老头呢又出现在了电梯上面。大壮走出电梯，赶忙拿起个铁棍作为防身武器，看到电梯门关上了，这才松口气儿。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一个病房里，有一个女人正在准备做隆胸手术，咱就叫她大美吧。医生给她打了麻药，大美昏迷的最后一刻，她隐隐约约的看到了眼前的两个医生竟然变成了无面人。没办法，大美被打了麻醉剂，想动也动不了。等她醒来时呢，医生没了，但是出来三个女的，咱叫她三姐妹吧。这三姐妹呢一看不像什么好人。大美呢尖叫起来了，就吸引了正在歇脚的大壮，她急忙赶来吸引住了三姐妹，然后大美呢趁机跑了出去。大美跑了，大壮用铁棍给三姐妹锁在里面，可算是躲过了一劫。接着俩人又来到了护士站，这里的电话也不能用。没一会儿又听到了求救声，这个人呢是小黑，他说自己被警察和医生锁在了床上。大壮问他干了什么事儿，你干坏事了还是怎么的？小黑说，在不久前自己在超市购物呢，进来个抢劫的，老板跟警察说穿连帽外套的那个是劫匪。警察这块一回头正好看见小黑了，他也穿连帽外套，把他当成劫匪了。而真正的劫匪呢趁机向警察开了枪，一番枪战过后，警察成功解决掉了真劫匪。看到小黑着急忙慌的跑走了，便误把他当成了劫匪的同伴，开枪打上了小黑。小黑就是这么进来的。大壮想要救他，毕竟呢这又是一个正常人，所谓人多力量大，逃出几率也变大。可大美这块呢有点警惕，怕小黑是坏人，仨人呢就来到了电梯旁边。与此同时，三姐妹呢又出现了，她们像疯狗一样朝仨人袭来。电梯呢是等不及了，只能走楼梯了。大壮人呢还怪好的，他让小黑和大美先走，自己殿后。这时候大壮注意到了楼上传来了亮光，而楼下呢浓烟四起。接着他被一个胖护士又抱出来了，这个胖护士呢是男的。胖护士告诉他不要下去，否则你永远也回不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胖护士也变成无面人了。与此同时，又出现了个人，医生翠花，他打倒了胖护士，大壮呢也晕了过去。翠花呢把他放在了担架车上，准备带他下楼。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也挺重要的，就是大善。他看到翠花准备送大壮下楼，便立刻阻止了下来，说让大壮自己做选择。这块是什么意思呢？看到后面呢再告诉兄弟们。画面一转，大壮呢再次从病床上醒来，他穿好衣服，拿起武器走了出去。这时候曾经开枪误伤小黑的那个警察出现了，叫他丧彪吧。他表示自己也被困在了这里，让大壮掀开窗帘看看外面。等大壮这么一掀开啊，外面乌漆麻黑的。然后等大壮再一回头，丧彪竟然消失不见了。大壮拿起扳手走了出去，路过一个病房，听到了有人叫他，一看呢是大山。大山说，你是在修水槽的吗？我看拿个扳手。大壮说，修什么水槽啊，这医院里边没一个正常人，而且我周围的人还一个接一个的不断消失。大山说，没事啊，我是正常人，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消失的。对了，之前有个医生要把你送下楼，不过呢被我拦
拦了下来。大壮说啊，现在不是扯别的时候了，是想想怎么逃出去。而且奇怪的是，手机怎么在医院里边没有信号呀？大山就告诉他说，楼层越高信号越好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就赶紧上楼吧。反正大山这块呢，就是一顿催大壮赶紧上楼。谁知刚走出门口，就碰见了医生翠花。翠花想要大壮赶紧下楼，说不定能找到出口。但是通过前面我们知道，大壮在往楼下看的时候，下面是浓烟四起。这边刚想转弯，就发现了那个胖护士。大壮走了过去，想去沟通一下。与此同时，侧面出现了个小女孩，她用手指了指上面，好像暗示着大壮上楼。这时候上面的灯碎裂了，给大壮晃倒了。小女孩走到他跟前，说了声救命，就立马跑了。翠花扶起了大壮，说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壮说出现了一个小女孩。就在这时候，胖护士走了过来，一把掐住了大壮的脖子，再次警告他不要下楼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翠花见状想拿扳手打护士，不料他被推倒在地。不过好在大山及时出现，拖住了胖护士。等大壮走过去时，发现大山人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轮椅。大壮跟翠花急忙上了电梯。大壮已经顾不得到底是去楼上还是楼下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护士又来了，把翠花给抱走了。电梯门一关闭，想拦也拦不了。等门再打开时，大壮又回到了护士站那层。就在他感到无助的时候，大美出现了。与此同时，电梯门再次打开，只见护士的头颅滚了出来。翠花呢成功反杀了。这时候警察也出现了，还差个谁呢？没一会儿小黑也来了。不过这俩人一见面，那肯定得闹不愉快，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，要不是对方，自己肯定不会来这儿。所以俩人呢就要干起来。大壮这块充当调解人了，他表示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要团结起来，一起想办法怎么逃出去。毕竟医院就我们几个正常人。不过大壮这一顿说啊，就是对牛弹琴。最后丧彪一枪带走了小黑。与此同时，丧彪拿枪对准了翠花，让他带着几个人赶紧找到出口。可是等来到电梯门旁边的时候，大壮发现护士的头颅竟然不见了，而且这时候电梯门自己打开了，直接给丧彪吸走了。身后的大美见状，慌忙的逃走了。大壮想要追过去，不过被翠花拦了下来。翠花让大壮别管他了，你赶紧跟我下楼逃跑。可大壮不听，直接追了过去，找到了大美，商量了一番，说没招了，就听翠花的吧，就再次来到了电梯。不过这次没有出现什么异常，电梯门打开，他们呢来到了太平间。就在这时候，躺在床上的人突然坐了起来，而且这些面孔呢很熟悉，都是之前意外死亡的人。与此同时，丧彪呢又回来了，说拖走自己的那个人已经被自己解决掉了。他现在就又开始拿枪指着翠花，让他赶紧找到出口。翠花呢就带他们来到了一个走廊，前面正好有个门口。丧彪呢走了出去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小黑突然出现了，拿着刀就要捅丧彪。最后一番打斗，丧彪成功将小黑反杀了。这边刚站起身来，他呢就被吸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小黑的尸体呢也不见了。大壮一看更慌了，翠花想要单独带大壮一起走，可是大壮却想拉着小美。就在这时候，翠花露出了真面目，只见他的手变黑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山呢也出现了。大壮这块刚抓住大美没多久，他就被拖走了。大山把大壮带到了电梯里，等电梯门再打开时，大壮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楼层。大山告诉他不要气馁，医院大楼两端各有一个电梯，这个不行，我们就试试那个电梯。大壮想了想也有道理，就推着大山准备去。半路上路过一个婴儿房，大壮这块就听到了妻子在喊他。等走进去这么一看呀，妻子在里面呢，但是俩人刚说了没几句后，妻子就又消失了。随后大壮怀疑自己是不是因车祸已经死亡了，大山却表示他还活着呢，只不过已经昏迷了。此刻在医院里经历的一切都是他在生死边缘的挣扎，所以大山和翠花两个人，一个代表天堂，一个代表地狱，想要活下去就得找大山，那相反就得找翠花。所以说为啥一个引导上楼，一个引导下楼呢？并没有直接告诉大壮上楼下楼会怎么样，全靠大壮自己本人选择。还有就是老头跟胖护士，一个是翠花的手下，另一个是大山的手下。然后回到电影，俩人在前往另一个电梯的路上再次碰见了小女孩。大壮和小女孩呢一起乘坐了电梯，但是呢意外又发生了，老头从上面出来了，和大壮又打了起来。大壮这块刺了老头一刀后就不管了，也不补刀了，就赶紧让小女孩先跑，结果自己被老头刺了一刀。然后镜头再一转，医院恢复了往日的样子，开头出现的女胖护士将大壮拖回了病房，然后又变成无面人了。不过好在大山及时赶过来打倒了护士，告诉大壮赶紧走，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。大壮问他为什么不走，大山说自己还要留下来引导和你一样的人呢。道别大山后，大壮前往了紧急通道，准备上楼顶。刚走到一半，碰见
见了小女孩，这小女孩呢没上去，在角落里待着呢。大山赶紧把她叫过来。与此同时，翠花又出现了，想要拦下大壮，不过直接被胖护士给抱走了。随后大壮打开了门，想让小女孩先走。在现实中，小女孩因为烧伤也陷入了昏迷。大壮在临进去的时候给妻子发了个短信，说我爱你。可现实这块监测仪器上显示大壮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，同时妻子手机也收到了大壮发来的那条短信。电影到此结束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。到最后，大壮跟小女孩活没活下来？